红海海域面对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美国海军不仅派出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就连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都被部署到了该地区，甚至还一度传出美军航母遭遇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打击，遭到了重创。在火力军看到这条消息之后，也做了一期打假的影片。虽然最后证实了美军航母没有遭受重创，但火力军还是产生了一个疑问：适用于传统海战规则的航空母舰还能应对以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以及各类新式无人机的饱和打击吗？显然美军也有了这方面的疑问，因为在今年7月下旬，一篇文章揭露了美军正在进行的新武器研发计划。这篇文章名为《潜水航母：如何将航母与潜艇结合起来》。根据介绍，这是一种新式水下作战平台，不仅能够像传统潜艇一样在水下进行潜航，从而躲避敌方探测系统，同时还能通过内置的飞行甲板或特殊发射装置向海洋或空中发射作战无人机，执行侦察、攻击以及通信中继等多种任务。这种设计能够结合潜艇的隐蔽性与航母的航空作战能力，使得潜艇航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依旧具备极高的生存能力和作战灵活性，还能大幅提高水下装备的作战能力。美国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航母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航母越来越贵。这是现代航母面临的困境，造价越来越贵，数量越来越少，而面对新概念武器的生存能力却越来越差。目前美国海军现役的最新航母是福特级，单单建造就需要130亿美元，这还没有算上舰载机。以 F-35C 为例，单价达到1亿美元，每小时飞行费用达到44000美元。F-35C 全寿命的运营费用甚至超过了飞机的成本价，这种成本就连美国都有些难以接受。此外，航母所需要的人员编制也十分庞大，其中福特级航母的成员超过了4400人，尼米兹级航母的成员则是超过了5300人。再加上现代航母的防御能力相对脆弱，本身只会配备部分近防武器，在面对导弹饱和攻击时，还需要依赖护航的驱逐舰与搭载的舰载机等。然而，最新型的反舰弹道导弹与高超音速武器让目前的航母编队有点难以招架了。而且，无人机与隐身机同样对航母编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面对攻击力强大的对手时，仅依靠舰载机与驱逐舰已经难以确保航母的绝对安全了。一旦航母遭到致命重创，人员损失也将是一个极大的数字。由此可见，在海战规则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现代航母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耗费巨大但又容易损失的目标。再加上生产运营成本，就连美国也只能维持11支航母舰队的规模。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航母的生存能力，成为美军的重要考虑。潜水航母的计划应运而生。在水面舰艇不断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挑战的同时，潜艇的价值进一步凸显而来。尽管新概念进攻性武器日新月异，但对付潜艇的手段依旧比较有限。水下高速、静音航线且打击手段多样化的核动力潜艇依旧是各国海军强国重要的发展方向，而潜艇航母同样拥有这些属性。相较于水面上的航空母舰，潜水航母时刻处于水下航行，在隐蔽性方面要远远超过水面舰艇。借助隐蔽性，潜水航母可以在敌方雷达与声呐探测范围之外前行，利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来实现出其不意的效果。潜艇航母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满意许多新概念武器，比如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无人机等。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虽然新型反舰导弹在捕捉目标的能力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对于水下目标依旧无能为力。另外，反舰导弹与高超音速武器所采用的战斗部基本是针对水面目标的，无法同时具备反潜能力。但潜水航母不同，可以随时切换水上、水下两种状态。这两种新式武器在发射前如何选择战斗部模式，是用反舰战斗部还是反潜战斗部，这将让敌方陷入两难困境，这就让潜水母舰获得了先天的生存优势。事实上，核动力潜艇在某些重要任务上已经开始取代航母了。比如美军目前就在改造俄亥俄级战队核潜艇，将弹道导弹发射井改为巡航导弹的发射装置，同时还将配备水下发射的无人机，
在经过改装之后，俄亥俄级核潜艇在常规火力输出方面已经完全可以匹敌普通航母了。更重要的是，俄亥俄级所需要的操作人员仅仅只有155人，相比于需要4、5千人的航母，作战效率非常可观。而且，俄亥俄级与洛杉矶级还具备了发射罗宾无人机的能力，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从水下发射，能够持续飞行6小时。虽然这款无人机仅仅用于侦察任务，但未来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核潜艇可搭载的攻击型无人机。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潜水航母上，同样可以装备多种水下无人机，比如通过发射侦察无人机对广阔海域进行持续高效的侦察，以此来指挥决策，提供实时准确的情报支持。也可以搭载攻击型无人机，执行对地面、海面甚至是空中目标的精准打击，来提高作战效能。最后还能利用无人机充当通信中继站，增强潜水航母与其他作战单元之间的信息联系，提高整体作战协同能力等。而在发射方式上，潜水航母可以选择多种方式。首先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美国海军早期曾尝试过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小型侦察无人机，如红舫和黑翼无人机等。不过这种发射方式会受限于发射管的尺寸，从而导致无人机体积与载荷有限。其次可以采用内置弹射器的形式，潜水航母可以设计专门的弹射装置，将其放置在潜水航母内部或外部特定位置，以此来将无人机弹出水面。这种发射方式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发射更大尺寸、更大载荷的无人机。不过这种技术的要求很高，最后还可以采用水下自主推进，这方面可以参考以色列的鹰锹103无人机。在潜水航母处于水下时，从潜艇内部直接发射，无人机可以在水中自主推进至水面，然后再转为空中飞行模式。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增强无人机的隐蔽能力与生存能力。显然，美国的潜水航母计划为各国海军发展又带来了新思路。潜水航母及其搭载的水下无人机将在未来战争中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潜水航母可以极大地提升海军隐蔽作战能力，使得敌方难以琢磨己方的攻击意图与行动轨迹。其次，通过大规模运用无人机，让潜水航母实现远程侦察、精确打击以及高效通信等能力，为海军作战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另外，潜水航母还能与其他作战平台形成有机联动，以此来构建出一套立体化的海空作战体系，进一步提升整体作战效能。值得注意的是，军用无人机的发展也会随着潜水航母实现并行发展。目前，军用无人机已经发展出庞大的族群，如战机伴随无人机、无人战斗机、无人攻击机、无人加油机、各类自杀式无人机以及传统侦察无人机等。在与潜水航母的配合上，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无人机不仅拥有广泛的用途，同时在飞行方式、起降方式上同样拥有高度的灵活性。常规起降、垂直起降、弹射起降、抛射起降以及机载投放等，在起降方式上远超有人飞机。这种灵活的起降方式也让无人机更加适用于潜水航母。当然，无人机最大的优势还是成本。一方面，在大量使用无人机之后，可以节省由于载人需要的设备，而且攻击型无人机的成本也远远低于有人飞机。如果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在成本上还能更低。另一方面，就是不需要再考虑飞行员因素，在训练等方面的开支也将大幅减少。毕竟培养飞行员的成本丝毫不亚于一架有人飞机。但是潜水航母也并非没有劣势。首先，潜水航母不同于传统的核动力潜艇，在隐蔽性上是要弱一些的。最根本的原因，无人作战飞机必然会朝着大型化趋势，这就意味着配套的发射装置也会随之增加，使得潜水航母在舰体设计上不得不增加排水量，将进一步影响水下高速性与隐蔽性。如果未来再安装飞行甲板的话，估计水下高速性就难以保证了，经营能力与隐蔽能力同样将大打折扣。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潜水航母依旧可以凭借水下航行获得远超传统航母的生存能力，在使用方式上也不需要像攻击核潜艇那样深入敌人后方纵深，反而更像一艘战略核潜艇，在远离敌方海岸线的海域向空中和水下不断投放各种作战无人机。所以对潜水航母来说，经营能力与水下高速航行能力并非必不可少的性能。所以火力军觉得美国所提出的潜水航母方案确实有其中道理的。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首次提出潜水航母的理念，早在几十年前，美国就已经验证过潜水航母了。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逐渐成为大国威慑的重器，如何将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投放到敌方领土上，成为未来战争的焦点。
在当时看来，航空母舰似乎是投放核武器的不错选择。毕竟航母上搭载的舰载机作战半径数百公里，完全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敌方近海，对其内陆目标进行航空核武器轰炸。但这也意味着敌方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拦截运送核武器的航母。在此之前发生的海战必然是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到了二战期间日本开发的那些潜艇舰载机。如果美军也能装备一些类似的潜水航母，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敌方近海，就能完美回避这些远程拦截。为此，美军在50年代改造了2艘潜艇，在潜艇甲板上装上了2枚尺寸巨大的 AGM-15狮子座巡航导弹，来模拟潜艇舰载机。随着导弹发射试验取得成功，潜水航母的计划也被摆上了日程。由于潜水航母需要搭载舰载机，所以在计划一开始，美军就决定以核能为动力，以美军最早的核潜艇之一大比目鱼号为基础，设计出一款潜水航母，也就是 AN-1。根据计划， AN-1 全长152米，宽44米，水上排水量9600吨，水下排水量14700吨，主要动力为一台15000马力的核反应堆。为了保证 AN-1 在水下可以拥有一定的防御力，美军还在潜水航母的前部与后部分别安装了6具和2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整艘舰艇最多可携带20枚重型鱼雷，能够对任何水面舰艇进行鱼雷打击。不过 AN-1 的主要武器并非鱼雷，而是8架能够垂直起降的战斗机。这是波音公司专为 AN-1 项目设计的飞行器。在平时状态下，战机会被收纳在潜艇的机库中，在战机发射时，潜艇会浮出水面，然后利用起重机将战机转移到一座垂直发射架上。这款舰载机采用了3台 SE-105 发动机，其中1台是主要发动机，用于空中飞行，另外2台则是用于起飞，能够为战机提供23000磅的推力。不仅可以将战机送入空中，同时还能保证3马赫的最高飞行速度。在喷气式战斗机刚刚普及的年代，其他国家几乎没什么拦截手段，能够阻挡这架能以3马赫速度突防的飞行器。在美军设想中，在与他国作战时，战斗机将会携带核武器或常规炸弹，高速突破敌方防空网络，然后打击纵深战略目标。事实上，想让舰载机起飞并不太困难，难的是对其进行回收。潜水航母又无法采用水面航母舰载机的降落方式，于是波音公司便开启了一项计划，开发一种垂直起降技术，利用喷口向下的发动机来让舰载机降落。不只是美国，当时还有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垂直起降技术，这也为日后的海遥式垂直起降战斗机项目提供了前期的技术积累。然而事实证明，在潜水航母上使用这种降落方式是非常危险的。舰载机为了垂直着陆，需要让发动机喷口朝向甲板，在必要时，飞行员还需要转身并回头看，哪怕犯了最轻微的错误，也有可能导致潜水航母爆炸。不过 AN-1 的舰载机并没有采用这种垂直起降的方式，而是通过2个助推发动机，在起飞时会将舰载机固定到发射轨道上，利用助推发动机的动力，以足够的速度和高速将舰载机推向空中，在起飞后甩掉2台用于起飞的发动机来减少空重。这些发动机随后将被回收以重新使用。而当舰载机完成任务之后，会返回到潜水航母的附近海域，利用降落伞降落到海面上，之后再进行回收。在美军规划中， AN-1 潜水航母能够在6分钟内发射4架舰载机，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将全部的8架舰载机全部发射。而美军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在全速情况下也只能每20秒发射1架。如果从战机性能与舰载机数量上来说， AN-1 依旧无法与水面航空母舰对比，但在50年代的战场环境中， AN-1 足以成为当时最具威胁的潜水航母。当时所有的军事部署都是为全面核战争服务的，在极端战争条件下，无论是挂载核武器的远程轰炸机，还是从航母上起飞的攻击机，生存机会都相当渺茫。而结合潜艇与航母的潜水航母，却可以大幅度提高在战争中的生存机会。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美军就可以利用 AN-1 通过潜航优势突破敌方远洋舰队，从而渗透到敌方近海，然后利用舰载机对其纵深进行核打击。尽管携带的舰载机数量不多，战机载荷也不够大，但依旧能对敌方造成致命威胁。不过，与同时期许多战略项目一样， AN-1 潜水航母也因其他武器技术的发展而夭折。尤其是潜射弹道导弹的出现，让携带飞机的潜艇显得没有意义。但潜水航母的概念并没有结束。近年来的各类潜射无人机计划开始出现，随着无人机技术的进步，或许未来的潜艇真的会批量使用舰载机来进行各种渗透和突袭作战。你们觉得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各位觉得在无人机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种潜水航母是否会再次让战争方式进化？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